大家好，欢迎来到 Garden365，我是 Susan。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怎样储存佛手瓜更有利于春天的种植。我会向大家分享3种最常见的储存佛手瓜的方法，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第一种方法就是在瓜秧上留种，我们把要留种的种瓜呢越晚采摘越好。因为佛手瓜没有休眠期，只要温度合适，它可不管你到没到种植季节，都会自己发芽，甚至还没有采摘，在瓜秧上就迫不及待地发芽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不要留太老的瓜作为种瓜，和我这个方法恰恰相反。原因呢是老瓜的种子已经成熟，那马上就要发芽了，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没到春天播种的季节。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用老瓜作为种瓜，因为佛手瓜在发芽的前期呢，它的根和芽的生长呢都是靠自身的营养来提供的，所以瓜成熟一点、饱满一点、大一点，在发芽的前期瓜秧会长得粗壮一点。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是在超市里买佛手瓜作为种瓜，如果选得太嫩，佛手瓜也是可以发芽的。不过它长出来的枝芽是又细又嫩，而且呢瓜体本身萎缩的也很严重，总之看上去就像营养不良。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比较饱满的佛手瓜作为种瓜。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这也是大多数朋友常用的方法。我呢选择了把它放在车库。今年的冬天呢一点也不冷，车库白天的温度有时也能达到15、16度，所以这2颗瓜呢早早的发芽了，而且芽的长度呢已经长到了40、50公分长了。第3种方法就是把佛手瓜放在黑色透气的袋子里避光保存，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延缓佛手瓜的发芽。作用好像是有一点，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控制佛手瓜的发芽时间。明年我准备把佛手瓜的种瓜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呢拿出来让它发芽。这个方法呢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控制佛手瓜的发芽时间。如果有了结果呢，以后我再慢慢的分享给大家。今年用这3种方法储存的佛手瓜呢都已经发芽了，只不过发芽的速度呢有所不同。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发芽的佛手瓜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佛手瓜的适合生长温度呢在12、3度到2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区间之内，佛手瓜都非常容易发芽。那么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今年的冬天白天的温度呢在16、17度，晚上呢最低呢也要有5度以上。那这个温度区间呢，佛手瓜非常容易发芽。我们用的各种方法只是为了延迟佛手瓜的发芽时间。发芽了，如果枝蔓长得不是很快，不是很长，而且我们的种瓜呢又很饱满，那么我们可以不做处理，就这么放着，再过1、2个月之后呢再种也没关系。如果佛手瓜的种瓜不是特别的饱满，已经开始萎缩了，而且长出来的枝蔓又细又长，这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等了，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花盆，把佛手瓜的种瓜放在里面呢，我们可以先开始育苗，然后把花盆放在室外有遮挡的地方，这样呢万一有寒流呢也不会冻伤。同时低温又可以控制佛手瓜生长的速度，不会像在室内长得细细长长的。那么2个月之后，佛手瓜苗呢已经长得又粗又壮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种了。在有霜冻的地区呢，我们也需要用花盆把佛手瓜提前在室内育苗。育苗的目的呢是能够让佛手瓜在室内较温暖的环境中呢能够提前发芽，早些发芽。由此可见，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呢，我们用花盆来育佛手瓜苗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为了呢促进发芽，另外一个是为了让已经发芽的佛手瓜呢不要长得太快。我们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花盆，然后把佛手瓜这样平躺在花盆里就可以了，让它长根的部分呢接触到土。
在佛手瓜的上面呢，您也可以覆盖一些土，把长芽和长枝条的部位呢稍微覆盖一下。同时我们不要浇太多的水，因为在佛手瓜发芽的前期呢，其实它是消耗自身的营养和水分的。就算我们不浇水，把它放在空气中呢，佛手瓜只要温度合适，也会发芽生根。水浇多了呢，有的时候种瓜会腐烂。如果佛手瓜的新枝条已经长得很长了呢，我们可以先用一根细竹竿给它支起来，不要马上把它剪掉。等到佛手瓜的根已经长出来了，或者呢有其他的新枝条长出来了之后呢，我们根据情况再进行处理。然后我把它们放在室外屋檐下的一个架子上，这样如果晚上突然有寒流呢，也不会冻伤。后面这个我今天刚刚采的佛手瓜呢，刚刚开始发芽，我也把它放在了室外，希望呢它能够发芽慢一点，等到1个月到1个半月之后呢，根据它的发芽情况我再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多年生的佛手瓜怎样过冬。我在院子的这个半阴的角落呢，种了这棵佛手瓜，当时我留了2根主茎，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新的枝条在生长，而且呢在根部还有很多新的枝条在往外生长。我个人感觉佛手瓜的种植呢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只要温度合适呢，1年4季都能生长。但并不是说1年4季都能结瓜，像这些新长的枝条呢，只会消耗过多的营养，我们还是要让佛手瓜在冬天呢好好的休息一下，把这些多余的枝条呢全部剪掉。许多枝条还很有活力，一点没有枯萎的迹象，也要把它们剪掉。让我们再来看看根部，还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嫩梢嫩芽正在往外冒，一点也没有收获后想要休息的样子，给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春天已经来了。不知道是因为今年的天气比较暖和，还是我把它们种在了一个避风的角落里，总之啊，它们一点休息的意思都没有。佛手瓜能不能多年生呢，最主要取决于气温。那么在没有霜冻的地区呢，佛手瓜基本上都可以多年生。在有轻微霜冻的地区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在收获之后，我们可以在佛手瓜的根部堆一些草，或者呢用其他的方式进行保温。只要佛手瓜的根没有被冻伤，那么第2年呢都有可能有机会再生。这就是佛手瓜的根已经木质化了。现在呢我不会做任何处理，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会加一些肥，然后再培一些土。然后我顺便把拉下来的瓜秧呢剪碎，覆盖在佛手瓜的根部。我们这里冬天的气温不是特别低，所以不用覆盖得太厚，只要稍微保护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大家有草呢，也可以用草。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温度合适，也可以在院子里找一个角落种一棵多年生的佛手瓜，种一次吃几年，而且特别好打理。这些呢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你种好佛手瓜。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